我这次在船上生活了13天，从法国搭邮轮去北欧的瑞典，每天的船费呢大约是5400块台币左右。所搭乘的是挪威邮轮公司旗下的豪华邮轮 NCL 黎明号。当然，因为翻译也有翻作挪威之光号、挪威之城号，或是 NCL 曙光号，都是指同一艘船。这是一趟非常有趣的行程，一艘船踏遍了几乎西欧和北欧的所有首都。终于看到了，在我身后就是英国著名的建筑大笨钟。除了超丰富的停靠点以外呢，每天在船上还有看不完的表演，吃不完的美食。那接下来就让我花一点时间，从头开始介绍这艘船吧。大家好，我是 Aaron， 我今天推着我的行李，准备要去登船啦。我因为之前那个 MSC 的船票是相对便宜，所以我大部分都是搭 MSC 的船。不过我这一次呢，搭的是 NCL 的船，它跟 MSC 的船比起来，的确是比较贵。但是因为这一次的船呢，这个旅行轨迹非常的有趣，等一下再慢慢给大家介绍。远远的好像可以从这个角度已经看到邮轮的那个方向哈，就是把它放大一点给你们看，就这个小小的这个小烟囱有没有？这应该是邮轮的烟囱。那我们接着就往那个方向走过去。在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这一次要搭乘的邮轮啦，叫做 Norwegian 的 Dawn。然后因为我是从火车站走到这边来，路其实沿路都是平路，但是我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这边是欧洲，所以很多地板其实它都是所谓的石板路。那这段路走到最后来进到比较港务中心的这一段呢，这大概有200-300公尺哦，全部都是这种石板路啊，非常不好走。所以以我的经验的话，我比较推荐，如果大家是到这边来搭邮轮的话，可以从火车站那边搭计程车过来。我查那边的票，从那边搭计程车过来的票价大概是10到15欧左右，说贵也没有很贵啦，但是总比就是一直沿路拉着你的行李，然后走这个石板路来的轻松很多。他们帮我把我的行李呢，就是绑上这个行李条之后呢，就说我可以去 check in 了。所以看样子，虽然他有规定我 check in 时间，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可以提前登船的。好了，开箱房间的时间到了，让我们看看这一次的房间长什么样。那我把画面切成正面。这次买的是单人房，本来以为会安排小小的单人床房间给我，到了现场看到的则是双人房的双人床。房间也还算宽敞，行李箱可以完全打开没问题。房间有个小圆窗可以看外面，但是因为内外光线差，拍不太到外面。旁边这个白色这一块是可以放下来成为上下铺的。这个房间睡3个人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也有一些房间甚至两边都有上下铺，能够直接变4人房。爸妈带着国小国中的孩子出游的话，这样子就很省钱。整个房间则是以木造装饰为主，呈现的是比较复古的风格，该有的设备都有，包括床前的电视，一张保养得很好、被擦得很亮的木造书桌。在旁边这边则是有一张全身镜，走过来走到这边，其实它用木造的柜子藏住了很多东西啊，包括了我们现在打开来的这个冰箱啊，也是藏在柜子里面。冰箱对面这扇门打开来，里面就是厕所啦。然后它的厕所呢，其实是分成3个隔间啊，包括中间的洗手台、左边的沐浴区域，还有洗手台右边的上厕所的区域。最后房间门上则是有紧急避难的图，告诉我们一些安全须知。整体而言，一个人住在这样的房间真是太爽了。看完了房间，接下来让我带大家到自助餐厅去看看吧。我这艘船的乘客是全满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还是容易找到座位。稍微绕一下呢，都有位置。那我这艘船因为是在欧洲，所以船上的食物呢以欧式餐点为主，我就不一道一道菜的介绍了，就一路展示过去。
因为 NCL 这间邮轮公司的船票是高于我之前介绍的 MSC 的邮轮的，所以我本来期待它的餐点会比 MSC 的好，但实际上两家的自助餐厅给我的感觉是差不多的。真要讲明显的差异的话呢，我觉得有2个点。第一呢，是 MSC 毕竟是意大利的邮轮，因此他们对于相关的意大利餐点都是非常用心的，包括披萨或者是意大利面，像披萨呢都是现烤现做的，如果冷掉了就直接换一批，没有再客气的。那 NCL 目前是美国的公司，餐点给人的感觉呢就比较中规中矩。第二点比较明显的差异在于，船上对于所剩的食物的再利用 ，NCL 实在是做到淋漓尽致，非常佩服。当前一天出现这一种面包，如果剩很多的话呢，隔一天就会出现类似的产品。前一天出现羊肉，那如果这个羊肉剩很多的话呢，隔一天就会出现一些羊肉相关的制品。当前一天出现鸡肉，这鸡肉剩太多的话呢，隔一天就会出现，我的理智告诉我它是鸡肉啦，但请原谅我并没有去尝试它到底是什么。总的而言呢，NCL这间公司对于不浪费这件事情真的是下足了功夫，确实让我非常佩服。这一艘 Norwegian Dawn 跟我之前介绍的 MSC Portia 的大小其实差不多，它并不是一艘大船，然后它也不是一艘新船，所以它的一切都是中规中矩。在介绍这艘船之前呢，或许我应该要先介绍这艘船的公司，叫做 NCL， 是挪威邮轮公司。那挪威邮轮公司呢，是现在世界上第3大的邮轮公司，仅次于嘉年华集团跟皇家加勒比集团。台湾人对这个公司应该不那么熟悉才对。它虽然有42艘邮轮，但是主要都是跑美洲跟欧洲。那在台湾，我查到它有一艘奋进号NCL 奋进号在跑台湾，从基隆出发前往冲绳，然后是一艘75000吨的船，可能只有这一艘船让大家比较了解到 NCL 这个公司。那我今天要介绍这艘船呢，叫做 Norwegian Dawn。然后其实我们跟这艘船也蛮有缘的。它其实最早是立新邮轮买下的船，但是在建造过程中，这个立新邮轮就解散了。我不确定是解散了，还是申请破产了，还是卖给别的公司了。总之后来这艘船就卖给了挪威邮轮，就是现在的 NCL 这个公司，并且改名为 Norwegian Dawn。我这次之所以选择这艘船来搭乘呢，是看上了它的旅行轨迹，实在是太有趣了。假如你这辈子很少有机会去到欧洲，但是很多地方、很多国家你都想要去，不过又没有办法那么专业的规划自由行行程的话呢，那这艘船就超级适合。它是从法国出发前往北欧的瑞典，简直就是一趟各国的首都之旅啊！那给大家看这张停靠站的表格，我们从法国的首都，就是巴黎的外港呢，叫做勒阿弗尔出发。第2站呢，来到比利时的布鲁日啊，不过这个布鲁日呢，并不是比利时的首都。但是第3天呢，来到了英国的伦敦啊，这个大家就应该知道了吧？英国的首都伦敦。第4天呢，来到了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啊，这样就2个首都了，加上上面的巴黎就3个了。第5天在海上，第6天呢，来到了丹麦的哥本哈根，也是丹麦的首都。接下来呢，我们到了德国的首都柏林，不过是停在它的外港，叫做瓦尔内明德。接下来的第8天跟第9天呢，都是停在瑞典的比较小的城市，但都各自有各自的特色。接下来的第10天到第13天呢，分别造访了4个国家、4个城市，分别是拉脱维亚的里加、芬兰的赫尔辛基、爱沙尼亚的塔林跟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这4座城市呢，分别是这4个城市的首都，所以又首都加4啊。所以我们在13天之内造访了西欧和北欧，一共12座城市、10个国家和9个首都，这简直就是一趟梦幻之旅啊！同时，这也是我选择这艘船来搭乘的主要原因。虽然这趟行程已经结束了，但是这艘船会从今年的9月30号从斯德哥尔摩往回到巴黎，一样经过10个国家、9个首都，
那费用呢是从841块美金起，大概是26000台币有找吧。假如你心动的话呢，这个9月30号的这个行程呢，还有机会能够参加。总之，这是一艘参访轨迹非常有趣的一艘船。虽然我对于吃这件事情是不太习惯啦，但是我还是可以在船上找到非常多的乐趣。无论是在酒吧那边跟着大家一起嗨、一起疯，或者是独自熬夜漫步在夕阳之下。什么？你说要熬夜才能漫步在夕阳之下？对，这里是北欧，这里的太阳啊，工作到10点半都还没有下山呢。这种体验呢，真的是只有你自己来体验过才知道它的有趣之处。那接下来的几周也会陆续带来从比利时到瑞典之间各城市之间的故事，也邀请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并且跟着我的频道一起去看看这些城市发现哪些有趣的故事吧。那我们就下一期影片见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